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富山海钢屏穿书武侠，吸粉无数就翻车；女配录音门搅黄剧，观众维权到底值不值？富山海里的设定是真戳社畜的心，程毅演的肖明明就是身边的打工人本宫。头发一把把掉，泡面当饭吃，写武侠同人文写到凌晨3点，结果一觉醒来，魂穿成自己笔下的菜鸟少侠萧秋水。更绝的是还有个黑心系统，天天弹窗催任务，1年内必须当上武林盟主，不然永久困在书中。这部比的 KPI 还狠。他演的另一个角色李晨舟，又是阴质的权力帮主，抬个眼都透着压迫感。这反差，谁看了不说句诚意演技在线？可谁能想到，这么让人期待的剧会栽在女配身上？4月份的时候，李凯欣前助理扔出段录音，里面的话别提多扎心了。来中国拍戏就是为了赚钱，别的不用管，中国观众好糊弄，随便演演就行。这话一出来，网友直接炸了，吃着中国的饭，还砸着中国的碗。这也太过分了！剧组反应倒快，连夜就把李凯欣的宣传物料全删了。程毅、古力娜扎的戏份紧急重剪，李凯欣的镜头10不存1。本来5月就能播的剧，直接延期了。这可苦了之前充会员的观众，好多人拿着会员截图找平台要说法。当初说好了5月播，现在延期，这不就是诱导消费吗？平台那阵儿被骂得够呛，可早干嘛去了？后来7月底，法院判李凯欣胜诉，前助理也道歉说录音是恶意剪辑的。可观众买账吗？大部分人都说，就算录音有问题，之前那股子膈应劲儿也消不了。直到9月，剧终于上线了，李凯欣的戏份少得跟打酱油似的，可这部本该爆火的剧，还是没达到预期，好好的穿书武侠，就这么被一场风波搅得不上不下，多可惜！其实这事儿不只是一部剧的问题，你看现在多少剧组选角只看流量，不管艺人有没有艺德，总觉得只要有流量，剧就有人看，可忘了观众最在意的是真诚。艺人要是连对观众的基本尊重都没有，就算资源再好，也走不长远。平台只顾着提前圈钱，不把观众的权益当回事，早晚的失去大家的信任。老话说得不配位，必有灾殃，这话放这儿太合适了。左右的人看剧不只是图个乐，更想从里面找点共鸣。肖明明熬夜赶稿的样子，萧秋水被系统逼到崩溃还不放弃的劲儿，这些都像极了打拼的日常。可戏外的这些糟心事，又总让人心烦。你们说说，要是你当初为了等这部剧充了会员，结果遇到这种事，你会找平台维权吗？富山海里的设定是程毅的3重身份戳你，还是社畜穿书的剧情更让你有代入感？富山海这部剧从一开始就带着爆款香的前置，程毅一人分饰3角，从现代社畜肖明明到菜鸟少侠萧秋水，再到阴质的权力帮主李晨舟，角色跨度大，性格差异明显，对演员的演技是一次真正的考验。程毅在剧中的表现可圈可点，一个是加班熬夜写稿，泡面续命的社畜小透明，一个是被系统催促无奈成长的江湖小虾米，另一个却是杀伐果决、气场全开的江湖枭雄。这种穿书加反差设定不仅新颖，还很贴近当代年轻人对打工人的共鸣。很多观众看预告时就已经把这部剧列入了必追清单。然而，真正让富山海陷入风波的，并不是剧本，也不是主演，而是女配李凯欣的录音门。当时前助理放出的那段录音，内容可谓戳中了观众的底线。来中国拍戏就是为了赚钱，中国观众好糊弄。这样的言论，无论真假，在舆论场上都极具杀伤力。
观众买会员、追剧，本质上是基于对演员和剧组的信任。一旦有人被认为是不尊重观众，反弹几乎是必然的。于是富山海剧组临时紧急删物料，重剪戏份，从5月播出的计划硬生生拖到了9月。这场风波最大的牺牲品其实是观众。一方面，那些早早为了剧充会员的观众觉得自己被预售承诺欺骗了；另一方面，剧组和平台的应对也显得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，没有第一时间给出足够清晰的解释与补偿，反而导致了更大的信任危机。直到法院判决李凯欣胜诉，前助理承认录音经过恶意剪辑，舆论才有所转向。但观众的膈应劲儿却难以消散，哪怕他的戏份被削得只剩打酱油，这部剧依旧没能恢复最初的爆款势头。其实，这件事折射出的不仅仅是富山海一部剧的遭遇，而是整个行业的症结。选角时只看流量，不看艺德；宣传时过度营销，提前收割观众；一旦出事，就靠剪辑、删戏来补救，却很少真正正视观众的感受。观众的需求其实很简单：尊重、真诚和好作品。演员要是对观众缺乏最起码的尊重，就算有再好的资源，也难以走远。平台如果一味圈钱，不顾用户权益，早晚会失去市场。从富山海的剧情设定来看，它本该是一部能让人代入，甚至被讨论许久的好剧。肖明明熬夜写稿，被系统逼迫时的无力感，几乎是每一个社畜的日常。肖秋水在逆境中不放弃的执着，正好回应了很多打工人虽然难但还要坚持的心态。可惜的是，戏外的风波削弱了观众的热情。原本值得期待的3众身份和社畜穿书设定，被现实中的纷争冲淡了热度。如果换位思考，当你为了一部剧提前充了会员，结果却遇到这样的延期与风波，你会选择维权吗？或许每个人的答案不一，有人会觉得这就是被耍了，必须要追责；也有人觉得算了，当交学费了。但无论怎样，这样的事件都在提醒行业，观众的耐心是有限的，信任一旦被伤害，就很难再完全修复。归根到底，富山海之所以遗憾，并不是因为他的故事不好，而是因为本该聚焦于剧情与表演的讨论，被外界的负面风波夺走了注意力。这对演员、剧组和观众来说都是一场损失。娱乐产业需要热度，但更需要良性的生态。毕竟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这句话放在今天的文娱圈里，仍旧一针见血。